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给西红柿整枝。大家都知道，常见的西红柿生长类型有两种，一种是有限生长型，一种是无限生长型。有限生长型顾名思义就是长的高度和侧枝数有限，无限生长型就是可以不停地长，不停地结果，直到霜冻日来临。我们通常所说的给西红柿整枝，主要针对的是无限生长型。因为对于无限生长型的西红柿来说，如果你不给它整枝的话，它就会长得枝繁叶茂，到头来你可能收获不了多少西红柿，整棵植株都是长满了枝叶。对于无限生长型的西红柿来说，我们的整枝有3种方法，一种是单干整枝，一种是双干整枝，还有一种是3干整枝。我在种植过程中一个比较好的实践是，对于樱桃番茄，我会采用单干整枝；对于大番茄的品种，我会采用双干整枝或者是3干整枝。整枝过程中需要做的一个主要的事情就是打掉侧芽，并且摘除黄叶、老叶。一般情况下，比较小的侧芽，我们直接用手就可以打掉。但是对于大一些的侧芽，还有一些黄叶、老叶的话，我们最好准备一把这样的剪刀，这样打枝更方便一些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通常在用剪刀打之前会给它消一下毒，就是用这样的酒精贴纸，然后擦一擦这个剪刀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病菌感染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棵番茄，我们找到它的第一花序，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往下看，看看它下边长了很多的侧枝，像是这种、还有这种。都是需要打掉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棵番茄，这棵番茄我们能很容易的看到它的第一花序，然后第一花序的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棵长得比较健壮的侧枝，这个我们会把它留下来作为第2主枝，然后再下边的所有的侧枝我们都给它打掉，像是这种，还有像是这种，特别是比较靠近根部的侧枝，一定要及时给它清除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侧芽打掉，然后是这个，这边还有一颗。看把这3个主要的侧芽打掉之后，这个西红柿下边显得清爽多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边还有几个比较老的这种叶子，这儿还有一个小侧芽，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些我们都打掉。接下来我们往上看，这只侧芽我们也要打掉，这儿还有一个，这边挡住的地方还有一个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几个特别小的，像这种，我们用手揪掉就可以了。再往上的呢，我们暂时就先不管它了，等它稍微再长一长。然后这个第一花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它这儿还有一个主干，这边还有一个主干，这个最后长成了之后就应该是自然的一个双干的西红柿了。好，我们这样一棵就整理完了。像这棵我们下边有了很多的侧枝，然后第一花序主要看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一般像这种整枝的话，在第一花序下边保留一个健壮的主干。我们看它生长态势，我们主要就是以双干整枝为主了。我们从这个往下看，我们在打侧枝的时候还是从底部开始，像这个先把它打掉，这儿有一个老叶子去掉，然后接下来是这棵把它打掉，这个老叶子也打掉。我们再往上走，就
就是这个是一个侧枝，我们把它打掉。这个地方还能明显的看到这颗和这颗，这个要打掉，这个要打掉。然后再往上看，这儿还有1、2、3这3个很小的侧枝，我们现在也给它打掉。好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再整体看一下，这个下边这个老叶子我也不要了。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下边就比较通风透光，看着也比较清爽了。打掉下边的老叶和侧枝之后，上边的这个主干还有这个侧枝会长得更快，然后这个很快就可以长成第2主干了。一般我们在选侧枝作为第2主干的时候，就选第1花序下边的比较健壮的一个。通常这个番茄在生长过程中都是比较明显的，选出哪个主干其实还是比较直截了当的。有的时候如果它自然长出了2个比较大的主干，那么我们也可以保留，这样就可以做3干整枝了。好，这棵就这样吧。一般我们整枝完之后，像这种第1花序已经长成要开花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施一些磷钾含量高但是氮肥含量低一些的复合肥，最好是买那种西红柿专用肥，那些的配比比较合适，而且那些肥的钙的含量也比较高。像大地种植的话，我们可以按它开花坐果这种自然的规律来给它追肥，但是像这种盆栽的话，我们最好每个月都给它追1次肥，一般追的时候加1到2 cup 就可以了。另外，我们剪下来的大一点的这种枝条也不要浪费，我们稍微修剪一下，可以插枝，这样又变成很多棵的西红柿了。我们把这些大的叶子剪掉，然后这种叶子可以剪掉1半。西红柿的繁殖能力特别强，所以我们育苗的时候，如果种子种的不是很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通过打掉的侧枝来重新繁殖西红柿。对于樱桃番茄来说，整枝更容易一些，因为用的是单干整枝。我们看看这颗小番茄已经结果了，我把下边剪掉2片叶子。看，这是第1花序的果实，这个是第2花序的果实，这个是第3，这个是第4，然后这个是第5。再往上，这里边还有一个第6、第7。我们看这颗小番茄，之前侧枝已经打过了，现在我把下边的叶子再打掉一些，1片、2片、3片，然后我们再剪掉1片、4片。好，我这次先打掉4片叶子，现在它根部就比较清爽了，透气性会更好，生长也会更好。我们往上看，可以看到第1花序的果实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是第2花序在这儿，然后上边还有第3花序在这个地方。从顶上我们还可以看到第4花序。一般在番茄第1花序开始结果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追施1次有机肥。这个时候应该追施一些含磷钾比较高的肥，含氮稍微低一点的肥，主要是为了促进它开花结果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棵，这棵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侧芽在这儿，我把它打掉。这个也是侧芽，我们把它打掉。然后下边的老的叶子，我们会把它打掉一部分。然后我们让这个绳子再稍微绕一绕。行了，这样一颗樱桃番茄我们也整理好了。像樱桃番茄后边随着生长，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把这些侧芽打掉，然后下边的叶子也是，我们每次不能剪太多。过1周我们再来看的时候，像这种叶子和这种叶子，我们也要给它除掉。一般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等它长得再高一些，长的叶子再多一些，然后第1花序已经挂果之后，我们要把下边的这些叶子都给它清除掉。当然还是那个原则，每次不能剪太多，因为如果我们把这几个
比如说也都剪掉，那它就没有多少叶子了，这样也是不好的。清理下来的西红柿的侧枝和叶子，我们不能留在原地，要把它及时的移走，拿到别的地方去，以免生虫和感染病菌。好了，今天的番茄整枝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来交流。